在乌克兰抵抗亲乌俄军的1年时间里，双方打得有多惨烈，大家从士兵在巴赫穆特仅能生存4小时，双方互相实施的大量精确打击就能体会到。俄罗斯方面就导弹袭击都已经不知道发动了多少轮，每一次都是成百枚的往乌克兰境内砸。就比如前2周，俄军在不惜代价进攻巴赫穆特的过程中，基本上每天都是轰炸模式，每天都要发射10几枚导弹才肯罢休。其中一次16日凌晨就发射了36枚导弹，可见俄罗斯每日的损耗是相当大的。而乌克兰方面，光在过去的1周里，乌兄弟们就对马里乌波尔城内的俄军目标成功进行了18次打击，对俄军的人员弹药库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2月22日，乌军对马里乌波尔的打击行动达到高峰，当天共发起12次打击行动，不仅摧毁了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城内的弹药库、燃料库，甚至还摧毁了一座设置在钢铁厂内的军营，造成50名亲乌俄军伤亡。当然，乌兄弟这样高强度的反击也造成了武器装备的大量损耗，可以说两国都在人员、装备、国力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不，就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焦灼、战线有可能难移之际，一个困扰双方的共性问题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武器弹药不够用了。所以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和大家聊聊双方在武器弹药补充方面下的苦功夫。我们先看俄罗斯，乌兄弟的放到后面讲，因为乌兄弟的方法有些一劳永逸的感觉。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方法比较笨，不过却也能解燃眉之急。一共有2点：一是加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是大批量启用冷战遗存武器。俄罗斯加大了弹药生产，是因为俄军在被迫进入持久战后，每日的消耗是巨大的，没办法，只能通过加大生产来弥补亲乌俄军的弹药消耗。比如最近乌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通过搜集俄军导弹的碎片，就发现俄军许多导弹的生产日期都在2022年11月，明显都是刚生产出来的导弹。这意味着俄罗斯即便是在美西方重重的制裁封锁下，依旧在大规模的制造导弹，可见其亲乌之心始终不死，这让乌克兰难以接受。毕竟在美国等西方军事专家的分析中，俄罗斯的导弹数量是有限的，到现在应该已经全部耗尽，俄乌战争也该全面停止才对。可没想到俄罗斯会如此下血本，即使拼着元气大伤，也要顽固地将特别行动进行下去。不过火力军很好奇，俄罗斯如此大规模的制造导弹能坚持多久？要知道，在这1年多的战争中，以欧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事项不断增加。截至1月7日，对俄的制裁事项都累计了600多项，其中多数集中在贸易领域，比如对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和技术进行管制，增加对俄罗斯的进口关税，以及对俄罗斯能源产品出口价格设置上限等等。这已经导致俄罗斯经济再度出现了萎靡现象。基本上从2022年3月开始，俄罗斯的 GDP 就开始大幅下滑，4月便落入负区间。截至2022年11月，已经连续8个月位于负区间，即使剔除基数影响也是如此。从生产方面来看，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工业生产从之前的高点快速回落，实际工业生产同比从2022年4月开始转负，截至2022年12月，已经连续9个月为负。所以火力军觉得，如若没有外力帮助，即便俄罗斯拼着元气大伤，这样的大规模弹药生产，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3个月或半年就差不多了。而俄罗斯第2个补充方法，大批量启用冷战遗存武器，不用火力军说，大家也知道，俄罗斯重启冷战库存其实早都已经开始了。最早一批重启的 T-62 冷战遗存武器，应该是在去年5月份现身于乌东南部的梅利托波尔火车站。从当时的照片上看，第一批 T-62 冷战遗存武器，有的临时挂在了主动反应装甲，有的还只是铸铁炮塔的基础型，完全可以说是从博物馆里拉出来，再披了一层装甲皮后，去前线当盾牌用的。
而这次不同，从照片上看，这次解封的 T62明显是经过大改的，因此才重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2月25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批完好无损、疑似经过升级的 T62坦克的照片，据说很可能已经被部署到了乌克兰东部的某一战区。而相关的升级计划来源于俄罗斯2022年10月启动了一个现代升级计划，目的是让这些过时的坦克更具杀伤力。其中就包括安装现代热成像和夜视光学系统、额外的装甲和其他保护措施，尤其是针对美制标枪反坦克导弹的防御。这次的 T62M OBR 2022版本就在安装了新的 EPN96MT02 热瞄具后被首次投入使用。目前，俄罗斯的这一现代升级计划正在俄罗斯远东外贝加尔边疆区的103装甲修理厂中进行，那里的员工正对 T62坦克改头换面。预计在未来3年内，约有800辆苏联时期的 T62坦克被重新启用。除此 T62外，俄军还解封了一个比 T62更古老的武器，那就是70年前的 BTR-50系列装甲运送车，足足跨了2代人。真不知道现役的俄军士兵搞不搞得定这个老古董。而根据最新的报道，现在的俄罗斯武装部队正打算利用此类设备的剩余潜力和资源。在 BTR-50系列装甲输送车中，最著名的是 BTR-50P 装甲输送车。BTR-50P 船体厚度为6毫米至10到13毫米，装甲可以抵御具有类似能量的小型武器子弹和弹片。在 PC 改型中，其车体还增设了车顶，提高了车辆的弹道防护能力，同时也使得密封成员舱成为可能。2人装甲运兵车的机组人员位于前控制舱内，并拥有自己的舱口和观察装置。在一座带有高舱的建筑物中，可容纳18到20人的部队隔间。BTR-50P 的战斗重量根据修改达到了14.4到14.5吨。在高速公路上，汽车的速度为45公里每小时，在水上为10.5公里每小时。该装甲运兵车可以在与 PT-76坦克相同的战斗编队中移动和操作。凭借优异的性能和特点，俄罗斯始终认为 BTR-50系装甲运兵车仍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比如在机动性上，俄罗斯认为其标配的240马力发动机给出的比功率仅为 16.7 马力每吨，不足以实现高机动性；又或者是它常规装甲的船体仅能抵御小型武器子弹，这不符合现代冲突的要求，需要安装额外的保护屏幕等等。俄罗斯认为，只有将 BTR-50船体和驾驶室的设计和布局做到完美，才能体现出 BTR-50P 装甲运兵车的性能，所以才会在武器弹药缺乏之际，打算在其解封升级后重新投入使用。不过，火力军觉得，俄罗斯解封这些冷战遗产，恐怕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毕竟这些武器不仅老旧难有作为，而且俄罗斯的解封举动也正中美国下怀，正好向外界释放出俄军装甲力量被严重削弱的信号。美西方势必会继续加大对乌兄弟的援助，所以照此下去，俄军库存必定在细水长流中慢慢消耗殆尽。反观乌兄弟在这方面就精明得多，他们的方法很简单，一是缴获加魔改，二是求援。在魔改上，乌兄弟的动手能力很强，第一个登场的是魔改的自行火炮。2022年8月，乌克兰上传了一段他们临时改装的10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的视频。视频中的自行火炮由乌缴获俄军的 MT-LB 履带式装甲车和一门 MT-12 Reapera 100毫米牵引式反坦克炮组成。MT-LB 多用途履带式装甲车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托拉机场设计的，是 PT-76轻型坦克的衍生型，性能良好，是很多武器系统的底盘。而 MT-12式100毫米反坦克炮是前苏联军队20世纪50年代装备的 T-12式100毫米反坦克炮的改进型，也称为 2A29 式反坦克炮，主要用于击毁坦克、装甲车辆和自行火炮等。该炮于1973年开始装备部队，现仍装备俄罗斯的装甲反坦克部队和机动化步兵团。不过，在乌克兰战场上，有相当一部分被乌军缴获。在经过魔改后，该车拆除了 MT-LB 原有的 7.62 毫米机枪塔，加上该炮的后坐力对底盘冲击过大，所有需要放下车尾的2个柱橱才能射击，炮手需要在瞄准完后
用绳在远处进行拉发，到了战场后就成为了抵抗俄军的武器。据说该武器已被配备给乌克兰2线部队。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魔改武器是乌兄弟将缴获的 T-62坦克改装为了装甲回收车，旨在跟随主战坦克投入战斗。比如，当主战坦克遭遇火力攻击或被困在沼泽地区而无法使用时，装甲回收车便可以将他们拉到安全地带。或是在其配备推土机叶片和其他设备后，这些装甲回收车还可以协助其他工程坦克准备防御工事，修复受损车辆。报道称，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拥有近1000辆 T-64、T-72和 T-80，但装甲回收车仅有36辆。相较于美国陆军配比约为2:1的2700辆 M1 坦克和1200辆 M88 装甲回收车，远远无法满足修复的需求。因此，乌克兰就把缴获来的 T-62坦克炮台拆除，换上了重型绞车，充当装甲回收车使用。据荷兰情报防务分析网站 Oryx 汇编的最新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乌克兰人已知至少缴获了43辆俄军 T-62坦克，其中部分 T-62坦克已被乌克兰军方重新部署在扎波罗热或乌克兰南部地区，还有一些 T-62在乌军未知地点的仓库中被改装成装甲回收车。截止到今年2月 ，Oryx 已收集了546辆被乌军缴获的俄军坦克照片，而乌兄弟的这个秘密坦克修理厂，据说有30到50名员工，每周7天在气缸、拆卸的发动机和成堆的轮胎和履带之间不停歇的工作。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成功让7辆坦克、1辆指挥车、1个飓风火箭系统、1个多管火箭系统、1辆步兵运输车和许多装甲车重返战场。至于求援方案就不必多说了，现在来自西方的各路武器装备正接连不断的到来，乌军反攻的胜率正在大大增加。目前俄乌战线好像正在向南移动，从得到的情报来看，尽管乌军摩拳擦掌，准备再次发起大反攻，但在美欧国家最新提供的军事援助，尤其是美欧援助的坦克和装甲车等进攻性武器到位之前，不会轻易发起攻势。因此，乌军当下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击很可能是乌军对俄军的试探，但切断乌南部路桥、分割陆军可能将是乌军大反攻的重要战役企图。那么会是哪里呢？有专家觉得，由于克里米亚大桥的运力相对有限且容易遭到攻击，因此驻守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俄军后勤补给主要通过连接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路桥进行。因此在未来，若是乌军发起新一轮大反攻，应该会聚焦在乌南部地区，攻击的方向可能包括扎波罗热方向、梅利托波尔、马里乌波尔方向以及赫尔松方向。毕竟乌克兰政府一直宣称要收复克里米亚，将其恢复到2014年之前的无合法领土边界作为最终胜利目标。乌军这种以战养战的打法，又有西方的支持，解决武器弹药数量不足问题是要比俄罗斯更轻松的。若是俄罗斯最终没有外力的帮助，应该会很快败下阵来。当然了，我们谁都无法预测未来的事情。好了，关于俄乌双方解决武装弹药不足的方法，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